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爱丽丝的美食世界。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：你的伴侣有毒吗？首先，有毒可以有3种定义。首先，某类人格有毒，比如自恋型人格、反社会型人格、偏执型人格、表演型人格、冷血精神病等 B 类人格。第二是某些人的行为有毒，这个后面我会着重讲解。第3个呢是某些人带给我们的影响有毒，比如让你感觉到不被尊重、被贬低、没有自我价值感等等都算。虽然我主讲自恋型人格的科普，但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有些自恋的特征，有可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也很有毒，而之后我们境况变好了，我们也就没毒了。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给任何人贴标签。无论如何，当一个人有毒的时候，这不是我们需要忍受他们的理由。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有毒的伴侣且离开了，这个就是成功。同时，我们要接受失败的感情，原谅自己的看走眼，别让自己沉浸在上一段失败的感情中，不要否定自身的魅力，更不要去践踏个人对待感情的信念感，也就是说，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。今天的内容呢，有一些也是我从大名鼎鼎的 Matthew Hussey 以及 Dr. Ramani 那里学习到的，一并分享给大家。之前我已经和大家介绍过，自恋型人格障碍之所以有毒的其中一个根本原因，就是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。因为缺乏安全感，所以要监控你；因为缺乏安全感，所以要情感操控你，让你无法离开他。也因为缺乏安全感，所以才要找第三方来贬低你价值等等。那么我们在谈论如何在恋爱初期判断下一任伴侣是否有毒之前呢，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，就是一段关系是动态的，你不能保证你的另一半永远不会背叛你，给予你安全感。我们唯一能做到的是，当对方背叛了你，你有办法承受得住这样的现实，并且让自己离开这段感情。而另一方面呢，就是你自己也要觉得自己是值得被爱的，你值得最好的，我们才不会有患得患失的感觉。所以安全感是2个人的事儿，一个是你自己的自爱给予的，另一个是对方的行为给予的。我们无法控制另一方的想法和行为，但是最起码我们要保证自己是自爱的。不要太快的进入到一段感情，比如说1个月内确认恋爱关系，3个月内同居，6个月内结婚。虽然这不是100%肯定的，但是这样一般来讲不是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太快的进入一段关系里面呢，你和对方很有可能还处在一个恋爱初期对对方的幻想里，而不是遇见真正的你。这个时候我们并不真的了解彼此。如果一个人刚开始认识了你1天，就对你说我对你一见钟情，你就是我此生要找的另一半，又或者说我为你写了首诗，做了首曲子，甚至他对你说难以置信，你是我人生中遇见的最特别最棒的那个人，你马上就要提高警惕了，因为 they barely know you， 怎么可能认识了1天就得到这样的结论呢？这种感觉更像是他们对你的一种镜像投射，把你想得过于理想化了。一个人并未和你接触很深，但却能说出以上那些话，只有2种可能：第一，把你想得过于理想化了；第二，他们享受这种恋爱带给他们的情绪化的这种感受。可能他们一直都这样，比如自恋型倾向的人就会这样，通过镜面投射给你最理想化的一面，其实让他们以为自己也是那样的人，这反而是过于自我的表现。第二，过于自私的人。通常情况下，男人的确比女人更显得自私，但是如果一个男人追求你，却又表现得很自私，一般这样的恋情不会有好结果。比如说自恋型人格的人，会在刚开始的时候呢，让你感觉到他们更愿意谈论自己感兴趣的事情，也是更愿意谈论他们自己。这种自私的表现，我们就要提高警惕。一个人呢过于自私，也就意味着缺少共情能力，同时也意味着他可能并不那么在乎你这个人。
第三，因为一个人是否帅气、漂亮或者极度有个人魅力而爱上一个人。我知道可能很多人说，我就是一个外貌协会的，我就是喜欢有魅力的。你知道冷血精神病也是很有魅力的人吗？他们可以很幽默，很有神秘感，又有一些冷酷俊俏的气质，又或者有些人是有些忧郁的气质，是不是就很吸引你呢？那如果他们再帅一些，那不就是偶像剧里面的男主形象吗？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也可以是很帅气的社会成功人士哦。你喜欢的某某富二代也有可能是个自恋型人格障碍哦。某个财团的长子或者千金也有可能是个高智商反社会人格哦。我想，所有经历过自恋型人格障碍伤害过的朋友们，对于再去遇到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，是有一定戒心的吧？那就对了。请不要因为这些原因而稀里糊涂的爱上对方。第四，言行不一的人，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吧？就是那种嘴很甜，特别会撩，特别会谈恋爱，但是实际行动上跟不上，或者压根儿和他说的就对不上号的，也就是没有爱的能力。比如你让他帮你一个小忙，他很痛快的就说好，结果等了2周都没有做，你永远指望不上他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一边说他很爱你，但是另一边呢又不停和别人搭讪搞暧昧，甚至你都找到他和别人搞暧昧的证据，他选择逃避问题，或者说你过于敏感。以上不论哪种行为都是非常有毒了。通常来说，一个言行不一的人很容易让我们产生困惑。其实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在某个点上言行不一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也是在不断成长的。随着个人阅历的增加，可能以前我们所信仰的那些信念呢和观点就不再适用于我们了，那我们呢就会和以前不一样，做事处理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了。那有些人就会说，哎，你变了，这种是正常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分清楚哪一种的言行不一是有问题的就可以了。第五，当我们向对方展示自己的脆弱的时候，反而让你伤得更深。如果你用正常的方式向对方展示你的脆弱，他不仅没有安抚你，反而利用你的脆弱来攻击你，让你感觉到更加羞辱、惭愧，没有自我价值感，不被尊重，那么这就是有毒的行为。比如你告诉他，你的爸爸有时候说出来话很伤人，对方没有什么反应，但是某一天你做错了一件事，他突然说，怪不得你爸爸说你啊，你看啊，你办事就是不行啊。又或者他选择直接把他的不安全感全部倾倒在你身上，好让你为他的不安全感负责。每一次他感受到不安全，你都要为此负责，并让你觉得内心愧疚，好像你欠了他一样。这个就不是展示脆弱，这是情绪操控。如果一段关系让你感觉到无论你怎么做对方都不能满意，你怎么做都不够好，那就是非常有毒的关系。它不会滋养你，疗愈你的创伤，相反，它得消耗你，并且让你的脆弱变得更加不堪。健康的一段关系一定是你用正常的方式向对方展开自己的脆弱，你只是为了让对方明白你有这样的问题，对方不仅可以看到，还会倾听你的脆弱和不安，最终无论是安抚你也好，把事情解释清楚你们之间的误会也好，又或者在行为上做出一定改变来展示愿意互相磨合迁就的意愿也好，都会让我们更加了解彼此，增进彼此的感情。而我们也要为自己的不安全感负责，自我调整，为自己的情绪负责。这样的问题并不一定每次都要和对方强调让你产生不安全感，不安全感和自我情绪的调节是此消彼长的关系，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一点。第六，遇到恐惧不安时，心理防御的方式也可能伤害关系。Matthew Hussey 说，当我们遇到恐惧时或被别人碰触到我们的地雷或者创伤时，我们有我们下意识的回击武器，被称为心理防御。它可能是第一，被动言语攻击；
第二，冷暴力；第三，言语直白反击；第四，暴怒。而我们被一段关系吓跑的根本原因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创伤，而是因为我们选择的心理防御的武器。一个人选择了被动言语攻击，只能得到我们对这句话的关注，却不会帮助疗愈他内心的创伤。这个创伤在嘶吼：快看到我呀，我受伤了啊，我需要被疗愈，让我感觉好一些吧。但是另一半呢，却忙于应付他选择的这个心理防御的武器，而无法被真正允许靠近他的内心，因为他内心树立了一座高墙，用这个武器把我们挡在了外面，这样我们也就无法真正的了解对方了。有的时候，先道歉的一方并不代表他输了，反而是因为他更在乎这段关系，愿意为了包容彼此的不同而做出的妥协。这其实是更成熟也是更理智的做法。而当对方踩到我们底线的时候，我们发怒也是因为我们需要让对方明白这个是无法妥协的观点，所以我们选择用哪种防御方式，在什么情况下使用是很重要的。切忌冲动而做出之后让我们后悔的事情。第七，永远付出不平等。当我们和自己的伴侣交往了1到3个月，你发现总是你要付出更多精力给予对方能量，好像你总是那个付出更多的一方，对方好像并不想付出过多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警觉了。一段健康的关系，首先是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，其次彼此付出是差不多平衡的，这样才有利于建立一段好的感情。我想谁也不愿意每天被对方嫌弃吧。如果你说我就喜欢为他无条件付出，可不可以啊？当然可以啊，但是我建议你给你自己3个月时间，无条件不求回报的付出，3个月之后你再决定是否继续或是离开。第八，恶意揣测对方的动机。曾经我看过一部印度电影，里面讲述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，接受过良好的家教，她的母亲从小告诉她要找个物质条件好的老公，做一个令丈夫满意的妻子。后来这个女主就真的嫁给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的小儿子。小儿子和兄长虽然非常富有，但是他们过着奢侈糜烂的生活。有这么个漂亮的妻子在身边呢，可是他们宁愿花天酒地的跑去妓院与妓女们在一起。女主虽人在婚姻内，却极为孤独，问丈夫到底她要怎么做才不肯去妓院。丈夫说，除非你也像那些妓女一样陪她喝酒喝到烂醉。她不愿意，所以丈夫始终冷落她。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工程师为他们修房子，工程师对这个女主一见钟情，但是知道女主一心扑在自己的老公身上，他看到女主的处境很为她难过，也埋葬了她内心对她的感受。终于女主也决定像个妓女一样陪着老公喝酒，结果一下子上瘾了，每天也嗜酒如命。而男主的人家境也逐渐落寞。后来女主的丈夫病倒在床，无法再去妓院了，只有女主还一心一意地陪在他身边。她终于意识到女主的重要性了。某一天，工程师又来到男主人家，为了交付他的任务。女主知道工程师对她有意思，就对他说，听说某个地方有治疗老公病的解药，但是那很远，能不能晚上陪他一起去找大夫开药？工程师答应了。等男主晚上睡着了，女主便和工程师一起乘坐马车，连夜赶往大夫那里。可是这一幕却被男主的哥哥看到了。男主的哥哥认为女主是要和工程师私奔，背叛自己的弟弟，因此便安排了杀手跟随他们，在路上趁机杀死他们。最终女主的马车出了车祸，工程师只是受了伤，可是女主却直接惨死在了路上，最后连尸骨都没有被安顿好，只是被遗忘在了事故地点。这个就是恶意揣测别人动机，对一段感情产生巨大的破坏力的代表。有毒的关系会激发出我们自己罪恶的一面，就像这个女主，本来家教良好，
人也善良美丽，最后却被迫变成了嗜酒成性的一个女人。如果我们的伴侣总是在怀疑你，比如你在公司开会，他发消息给你，开完会你才会看到，这个时候可能已经1个小时过去了，你发现你的手机已经出现连环夺命扣，或者50条短信在问你在干嘛，是不是在和公司同事搞暧昧，总之你没有秒回他就不行，说你根本不在乎他等等，都是恶意揣测你的动机。其实这些都只能说明他们心里认为自己不够好，不值得被你爱，所以要找很多证据证明自己的猜测。可是这样反而会消耗你，把你推得更远了。